嗨，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新手买了苹果电脑，如何熟悉了解苹果的作业系统以及设定，方便你以后的任何工作的应用。苹果作业系统的操作习惯跟 Windows 的操作习惯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在 Windows 作业系统里面，它的每个视窗的menu就是工作列，它都是固定的，单独配属在这个一个视窗里面，一个应用程式一个视窗，有它的单独的menu里面。可是，在苹果的作业系统里面，它每一个应用软体都是共用，跟系统都是共用一个menu，就好像我们一开机之后，左上角这边会显示苹果。Finder 就是这个苹果作业系统上面的档案总管。OK， 那如果我们把 Finder 打开，这是苹果作业系统。那我们再把，譬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Safari， 我们可以看到 Safari 现在打开了那现在这个往上这个 menu 就是工作列这边，它就会跳成是 Safari。现在焦距在哪个视窗，它就跳哪个视窗哪个 APP 的 menu。我们看到现在又 Safari， 现在又是 Finder。这个是跟 Windows 作业系统一个特点不同的地方。那还有就是我们开关机的时候是在左上角，而 Windows 是在左下角。OK， 那左上角白苹果点一下，看你是要睡眠还是重新开机关机，手电萤幕登出，通通在这边。那我们可以现在依序来介绍一下 Finder 的功能。那我们点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来拉大一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Finder 的 menu 这边，我们可以用偏好设定点下去，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般标记侧边栏，这个就有选项，把惯用、你常用或者是不常用的要选择或者是不选择，从这边的打勾方块里面可以选项。那进阶这边也可以显示显示所有副导名或者不显示等等，这边可以自由的去设定。那我们会看到，我们回到这个 Finder 的视窗，我们从最上面看，这个是最近的项目就是你最近有搜寻、有浏览过的通通会跑到这边，方便你快速的搜寻。那第二个往下，第二个是 AirDrop。那 AirDrop 是利用 WiFi 或者是蓝牙。如果你是同一个 Apple ID 的话，事实上在传输方很方便，也不用再输入任何密码。如果是别人的电脑、别人的 iPhone、iPad， 那就需要接收端来同意。那再往下就是应用程式。那这个应用程式就是所谓的以前在这个 Windows 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程式级的资料夹。那在这边就是应用程式的资料夹。那在苹果的作业系统里面，它的档案管理系统它比较简洁，就区分为 Finder 里面这几个路径而已，而不会有像 Windows 那样奇奇怪怪的路径，乱七八糟，西槽、低槽、一槽。那当然它有它的 Windows 有它的方便性，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在。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桌面那桌面就是我们这边桌面的所有的资料档案那再来就是文件那再来就下载项目，去网络上面下载的任何项目，或者是 AirDrop 互传资料，它的预设的资料夹都是下载项目，除非你自行再更改那我们可以再看到往下影片。那影片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播放软体的影片，或者是 Apple TV， 或者是剪接软体等等，它的预设资料夹一律都是在这个影片。那再来是音乐，那音乐就是顾名思义就是 iTunes， 它所有的资料、音乐、歌曲统统放在音乐这边。然后再来就是图片，那图片这边你也可以把它归类比如说在你自己下载的，也可以把它归类这边，
或者是说在 iPhoto 里面跟 iPhone、iPad 互传的，或者是云端 iCloud 互传的备份，也通通会在这图片的档案的资料夹里面。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位置就等于是你这台电脑在网际网络或者区域网络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身，你打这个是本身这一台的，那这是别台电脑，那别台电脑对方也要分享，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选择位置网络，好，那选择这一台电脑，它就会去连线，然后要求要输入账号密码，也要对方的电脑有开放那个权限的资料夹，你就自然可以访问登录，那看是权限是怎样，可以写入写出，那再接下来这边有标记，那标记是什么意思？标记就是方便你分类，你可以自定义，看你是要把常用的，或者是说重要的，或者是说哪一类的，看你是要用时间分类、种类分类，还是重要性分类。这边提供了很多种颜色，让你去自行设定，与在很多资料里面区分开来，方便容易查找。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设定，系统的偏好设定。那这个系统偏好设定其实跟在 iPhone 上面很相像，其实几乎是一样，它只有短短的这边，所有这台电脑，所有 Mac 电脑要集中要管理的所有的设定，全部在这个页面。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子分页、子 menu。那不像 Windows 的那个设定，不晓得从那种有时候改来改去，不晓得到底是从哪个地方进入。OK，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看一般，一般就是做你外观的设定，做你外观的设定。那这个可以自行可以这个设定一下哈。再来就是我们会常用的所谓桌面跟那个保护程式，那桌面它也提供了动态桌面哈。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它系统提供的，你可以选择底下的这个资料夹图片。那你把这个刚刚我们介绍过在 Finder 的图片，你把它汇到把它拿到那边图片的资料夹，这边就可以选择。那在萤幕保护程式这边也是一样，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哪一个，然后时间启动的时间比如说是永步，永步当然就不会有萤幕保护程式启动，或者说1分钟、2分钟 ，OK。那接下来是所谓 Dock 就是底下这个常驻的常驻的这个程式的资料APP。那 Dock 这个部分也可以调整它来看调整它的大小，然后调整它的放大缩小的动态。比如说我们把它调大一点 ，OK， 来看，当然当你滑鼠移动的时候，它就会放大。以方便你辨认。好，我把它调小一点。那你也可以不一定要放在底部也可以把它放在左部或者是右半部看你个人习惯。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自动隐藏比如说我们点选自动隐藏，就是它都消失了。那怎么打开呢？那你把滑鼠移到最底下，在桌面移到最底下，停留一会，然后它就出现了。那你要移开，它又消失。那这个很适合，就是说，在那个萤幕比较小的情况之下，不要占据太多这个桌面的显示再来是 Siri， 然后再来是搜寻，再来是语言与地区那一般我们会从这边来加设语言比如说你的软体如果有简体的话，那你可以在这边增加或者说有日文版的一些是在这边增加 ，OK， 那一样就是选这个加号就可以了一些格式的设定，还有就是通知通知跟这个其实跟 Apple 的方式其实大同小异，差不了多少
再来，接下来是这个 Internet 的账号，这个就是可以让你设定你的 iCloud 账号或者是 Google 账号，直接在系统的 email 这就是大部分都是 email 的设定或者是微软的 Exchange 那也直接就可以在这边用系统的账号直接可以收发邮件。再来是使用者群组那使用者群组这边，如果你的电脑是多人使用的话，这边就可以多设当然，这个跟 Windows 不一样的是，这个要先点开因为它有锁，左下角这边有个锁，要先点开，还要输入密码。好 ，OK 锁打开了，你才可以再去增加或者说登录的选项，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动登录式的打开，列表等等的选项。OK， 那我们再点选这个，登录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登录的项目就是说，你电脑一启动的时候，这个 APP 是不是要同时启动？那如果说你把它隐藏，就代表它还是会启动，只是它不会显示，它在背景启动，它不会显示而已。那如果说要正确的把它关掉，就应该点选它，然后按底下这个减号，它就不会启动了，它就不会随着开机而启动。当然，这是看个人的需要。有时候你开了太多的启动项目而没有用到，那就会影响到你开机时候的速度跟效能。那接下来有这个萤幕的使用时间，这个其实跟 iPhone 其实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是笔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来看一下查看你的使用状况是如何OK。还有这里有一个延伸功能，这个是代表第三方的 APP， 它如果加延伸功能，方便你自动化、快速化去做一些平常可能重复的工作的话，这边会加装进去，也在这边管理。还有这里有一个安全性跟隐私权这边隐私权看到说跟 iPhone 其实是一样，但是跟 iPhone 不太一样的是，这里一定要先解锁左下角要先解锁开启。那防火墙还有这个档案保险箱，这个就是苹果的加密系统，就是档案的加密系统。那一般是不是更改密码或者是这个进入睡眠或保护程式的时候，是不是要输入密码，都是在这边来设定。那接下来我们看下半部，软体更新这边有个进阶，这个是不是？这是所谓如果让我的 Mac 电脑自动保持最新状态打勾的话，它就会自动更新。好，再来接下来是网络。那网络这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WiFi 那这边再选单列中显示 WiFi 状态那就选单列中显示 WiFi 状态在这边，那我们可以快速的关闭 WiFi 或者是选择不同的节点 WiFi 的节点。那如果说你有用 VPN 的话，一样也是在这边显示也是在这边设定 VPN。好，蓝牙。那我们现在看，如果说你有蓝牙的系统，滑鼠键盘，像我就有连着这个滑鼠，还有连着蓝牙的键盘，都在这边设定。那声音就不用讲了你可以选择看是内建的喇叭，或者是有外接喇叭，或者是有接萤幕的 HDMI 或 DP 的输出或输入可以选择那输入的话就是麦克风。那再接下来是印表机印表机我们也是一样，在这边新增左下角这边有加号减号OK。
那键盘的设定，好，我们可以调整这个键盘的设定，还有预设的文字啊，还有快速键等等，还有输入法啊，你也可以在这边新增加输入法。预设的话，它只有注音或者跟这个美国式的音素，那你也可以在这里增加，啊，这里增加，看是要哪一种语言，哪一种输入法 ，OK， 啊，好，还有一个听写，那听写这个部分就在于，就像好像这个听写，其实macOS 系统的听写其实就是语音输入，啊，跟这个我们在 iPhone、iPad 上面按着语音输入是一样的意思。那我这边是关闭。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打开，你就打开，啊，然后这个快速键是用滑鼠快速键，预设按2下，啊 ，FN 方旋功能键。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更改或者是自定 ，OK。还有就是触控板，那如果说你也用苹果的触控板，也是在这边可以设定它的灵敏度、手势等等，啊，滑鼠，那滑鼠的方向。方式卷动的速度啊，还有就卷动的方向。那macOS 的苹果的作业系统有一点跟 Windows 不一样，是滑鼠的滚轮方向，两者刚好是颠倒。那这个卷动方向自然打勾，就等同于我们在滑手机是你要看下面的页面，你是要往上滑，那滚轮就是往上滑、往上滚动，而不是 Windows 的往下滚动。当然，如果你把它点掉、取消掉，它就变成跟 Windows 一样，就是你要往下看页面，你就要往下滚，啊，往下滑。这一点是跟 Windows 上面用习惯 Windows 的人会有一点觉得很突兀的情况。那再来就是显示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器在这边。那你也可以把它缩放啊，我们点着缩放，那你就看你要更改怎么样的解析度，怎么样的更新频率。当然，你前提是你的显示器要支援啊，外接的时候要支援。再来是能源节约器啊，就是说设定什么时候让电脑进入睡眠，然后显示器进入睡眠啊，关闭啊，这个都可以从这边设定。那这边也可以设定很多。使用高效睡眠啊等等的啊，再来就是设定日期时间，啊时区啊时钟啊，那时区我们就可以选择它自动抓的就可以了。再来是这个共享，如果说你有需要，比如说共享的意思是说把这台电脑的资料的权限开放出来，那这边就分为有萤幕共享。档案共享，那如果说你不了解，你可以看右边这个说明。那哪一个资料夹要增加？哦，那使用者是谁？啊，你就可以在那个刚刚那个使用者那边增加一个账号给其他的使用者。那限制它的权限到底是读取还是写入都可以，还是唯读哦，还是拒绝？媒体共享，媒体共享就是分享这台电脑的影片跟音乐，印表机共享，对吧？把印表机在区域网络或者是网际网络开放出去 ，OK。那这边也可以开放远端登录，让你从外面的网际网络直接进到这一台电脑来做管理。再来是时光机，那这个时光机就是 Mac 电脑的备份，那它会自动备份，你也不用管它，你只要外接一个磁碟外接一个行动硬碟磁碟然后选项让它格式化，依照它的下一步下去做。那它如果侦测到这个电脑的资料有所异动，不管是资料的增加、减少、改版，或者是 APP 的版本更新，它都会自动备份。那在 Time Machine 就是时光机的部分，也可以把旧的资料再移回来、救回来。如果说你误删了，你可以再找旧的版本资料，不用怕资料不见。或者是说，
它有备份整个它也会备份整个系统。那你在备份整个系统，如果万一你要重灌的话，你也不一定要重灌，或者是说你买了新机器，你可以直接从这个时光机 Time Machine 这边直接回复资料到新的电脑，通通都可以，非常的方便，属于这个是无脑级的，白痴级的 APP， 这个时光机是非常好用的。那接下来是启动磁碟。如果说你的启动不开机，或者是开机有一点慢，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来设定这个磁碟，启动是要从哪一颗磁碟启动。那这个是指如果你的电脑有很多颗硬碟，或者是有外接启动的硬碟，可以在这边设成是主要的开机。基本上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